四川是茶的故乡，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。雅安四季分明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，诞生了家喻户晓的雅安藏茶，也称南路边茶。传统南路边茶原料是国内外唯一使用茶刀子采割的，不过随着现在机械化水平的提高，茶刀子的使用逐渐淡出了采茶人的工作，但是在老一辈制茶人的坚守下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制茶方法。全月收回来就红锅杀青，杀了青之后就用针子蒸。传统的手工杀青主要是用石锅灶进行的，把鲜叶铺在石灶上，下面用火加温，当锅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，再加入一些鲜叶，并且不断搅拌，当叶质变软，失去光泽，即可出锅。蒸茶是制作茶叶的工序之一，是利用高温高压蒸汽将茶蒸热，使梗、叶变软，以便于压制成型。传统的蒸茶用的是茶针子，将叶片倒上去后盖好盖子，放在沸水上蒸，目的是要使茶叶软化，防止在揉捻的过程中发生断裂、破碎，同时也便于控制蒸茶的温度，并使茶叶的含水量达到合适的比例。传统绿茶加工的揉捻是通过手工完成的。由于南路边茶原料较绿茶更粗老，因此不能用手来揉捻。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，制茶工人发明了溜茶的方法。以前在一个木质的溜茶架人工进行揉捻，但是在今天，随着制茶机器的发展进步，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。揉捻茶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茶叶使之变得柔软，并且在最后制成的茶叶中成为美观而且紧致的条索性。揉捻除了可以造就茶叶的高颜值之外，其实揉捻之后的茶叶也因为更加聚合在一起，可以让茶叶的口感滋味变得更好。溜板上溜茶必须要2个人才溜得下来，我那个老母亲是包过脚的，她不能溜，所以我就帮到老人溜茶，就这样的。放到揉茶机头揉了嘛，蒸好了你放到揉茶机头，揉茶机几下就把揉好了。揉一次还不得行，我们以前是揉了第一次，它就脱根了，叶子和根子就脱离了，你就把根子剪了，那个叶子又还要再烘晒干一下，又再蒸，蒸了又再揉，要揉3道，蒸3道，茶叶就很好了，就成了组装茶，那个就。人们为了茶叶适应不同干度的要求，达到规定的含水量，利于出作为数，所以发明了烘茶这一制茶工序。南路边茶要掌握好每一工序的干度，一般分为3次进入干燥。第一次干燥含水量为25%到35%，第二次干燥含水量为25%到30%，第三次干燥含水量为14%到16%。传统制法，烘茶以太阳晒干为主，但由于天气不易掌握，现在经常用炒茶机炒。
干。前后经过4次的发酵后，形成南路边茶独有的色、香、味、形，直接影响到茶叶品质，之后就可以进行包装。炒茶，先烧红铁锅，倒入茶胚，立即加0.5公斤茶汁，使茶叶湿软，用木杖翻炒茶叶1分钟左右，见锅中冒出白烟即可起锅。把存放了一段时间的半成品挑去竹钉，将茶砖倒在包装案台上，将茶砖逐一过秤合格后，就可以用黄纸把茶砖包裹起来。这现在改革开放了，逐步的经济也发达了，这些全部都通了，都修通了，车可以开上来了。西藏高寒缺氧，茶树很难存活，因此茶叶大多由内地运输，尤其是四川省和云南省。茶的稀有珍贵，早期茶叶的运输主要靠人力背运和马帮，但运输路途十分遥远。茶叶在运输过程中经常会与水发酵产生霉变，人们不忍心将发霉的茶叶丢弃，进而形成了压实茶叶这一特殊工艺。这一进步不仅保证了茶叶长途运输的质量，同时也使得茶叶销售至更多的地方。南路边茶的茶叶较为粗大，适合熬煮，因此也受到了人们的喜欢。现如今，随着交通业的发展，走进西藏的茶叶种类变得多样化，大量茶商采用了公路运输或是空运。然而仍有部分地区的茶农选择采取原始的茶马古道进行茶叶运输。通过茶马古道，茶马贸易不断延续，也使得多元文化并存。许多民族也在这条道路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共谱民族友好相处的篇章。